Hello，各位观众，下午好。今天给大家带来合约交易进阶教学，一个视频告诉你合约交易中需要注意的指标，例如什么是资金费率、资金费率的套利空间、合约手续费分为哪几种、为什么价格上涨，你手里的多单平仓反而没有任何盈利。合约交易是一种金融衍生品交易，它允许交易者在不实际持有标的资产的情况下，通过预测价格走势来获取利润。例如，在数字货币市场中，合约交易允许交易者做多看涨，或者是做空看跌某种加密货币，并根据价格变动来结算盈亏。首先呢，先说一下合约的分类。合约分为现货合约、期货合约，还有永续合约。现货合约顾名思义，就是你直接买卖实物资产，比如说你直接购买股票或者是比特币。那期货合约呢，就是它这个资产到期日的价格。而永续合约的话，它是一个没有到期日期的期货合约。在这里呢，其实有一点，这一点的话就是永续合约没有到期日，那它怎么维持它的价格和现货价格的一致性呢？首先呢，我们都能理解，期货和现货的价格它是不一样的。这里呢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为什么会导致价格不一致啊？比如说，张三开了一家酒吧，生意很好，需要购置大量的酒，于是呢，他就在市场上购买了大量的基酒。那基酒呢，就属于现货了，因为我们要用它。由于购买量的巨大呢，所以一下子导致酒的价格上涨。这个时候呢，华尔街之狼看到了这个现象，就会觉得短期内酒的价格上涨是不可持续的，因为酒吧的生意不会一直这么好下去。几个月之后呢，酒的价格必定回调。于是呢，这些华尔街之狼就在期货市场做空。那现货市场的酒又被我们买上去了，但期货市场酒的价格又被华尔街之狼卖下去了，这就会出现现货和期货价格不一致的现象。但是呢，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呢，只是暂时的。但是永续合约的话，它是没有到期日的期货产品，它没有交割日的话，自然没有一个价格收敛的过程。那怎么做到期货和现货价格保持一致呢？这里呢，我们要快触碰到核心了。这里有个非常厉害的机制，就叫做资金费率。如果永续合约当中价格高于现货的价格，做多的人呢就要支付资金费率给做空的人，那这样一来，做多的成本就会变高，会促使到多头减少，使合约的价格趋近于现货的价格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资金费率是正的，我们把它记录为正。那如果像现在大家看到这种情况，比特币的话目前是在117875，它的资金费率出现了负的情况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意味着做空的人太多了，空头需要支付给这个资金费率，支付给谁呢？支付给那些做多的人。像币安、OKX 这些交易所呢，资金费率的话其实是每8个小时结算一次的。我们可以来举个例子给大家感受一下。那这个例子的话比较直观，如果你有1000块，你开了10倍杠杆比特币的多单，那意思就是说你持仓了有10000块钱的比特币，因为10倍乘以1000就是10000。这个时候呢，资金费率为正的 0.01%， 那也就是说意味着你每8个小时呢就要支付1U 的费用给开空的人，一天24小时，那也就是说你要支付3块钱。资金费率的话，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看，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 OKX 这边当中啊，我们一般给大家推荐的平台是 CoinGlass。这个资金费率的话，能帮我们赚钱吗？当然能了。我们可以说一个最简单基础的方式，比如说现在在上涨的行情，按理来说资金费率应该是为正的，因为做多的人多。但我们也不难发现啊，在上涨的行情当中呢，也会出现资金费率是负的这种情况，那意味着在上涨的行情当中呢，有大量的人选择到做空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主力呢是非常有动力去推动价格继续上涨，拉爆这些空头，拿到这些空单的流动性。所以说呢，上涨的行情当中，资金费率为负的时刻，往往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时刻。那好，说完了这样一个基础用法，再来说一个大机构常玩的间接用法，叫做套利。什么是套利？怎么利用资金费率套利呢？各个交易所的资金费率它其实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来举个例子，比如说索朗纳现在的价格是$162，今天币安交易所的资金费率呢是正的 0.01%， 那也就是意味着即使价格都到了162，开多单的用户呢还是比较多的。那我们再反观 OKX 这边的资金费率呢是正的 0.0045%， 那也就是意味着 OKX 那边的用户呢觉得162这一个价格的话不能再追多了，开多的人呢显然没有币安那边的多。这个时候呢套利空间就会出现，
我们可以先在币安开空 SOL， 那这样呢，币安开多的人就要给我们支付1/1000的这个资金费率。这边大家其实可以看到，那这个时候就有人问了，如果 Solana 继续上涨的话怎么办？我们开空的话肯定是要亏的呀。别着急，我们可以在 OKX 这边开一个多单。如果币价上涨 ，OKX 的盈利刚好可以填补币安那边的亏损。涨跌方面的话，等于咱们不赚也不亏。但资金费率方面，你要知道，币安的话那边开空单可是赚了1/1000的。OKX 这边的话，我们再开多单，只需要支付到0.45就可以了。中间的话就有0.55的差价，那这个就是利润空间，直接赚0.55，好像对大家来说没有特别大的感觉。1万块的话，8个小时才赚0.55块。但是如果对于大机构来说，他们拿10个亿来进来套利，每8个小时呢就能赚55万美金，你就说这个利润大不大？这一种无风险的套利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最开心的事情了。当然呢，我举的可能是极端的例子，实际情况呢可能不太会这么顺利。那我们开单除了要付这个资金费率，还有一个叫手续费。手续费这一点的话，我们必须要理解。很多人觉得我开合约为什么赚不到钱呢？其实很多钱的话都是被手续费拉没了。手续费分为2种，一种是限价单手续费，一种是市价单手续费。你挂了一个限价单，你要在比特币10万的时候呢买入1枚，那系统呢就会把你的订单放在订单部那边等待别人来成交。这种情况就是你在做事，你给市场带来了流动性，提供了买卖的深度。但是呢，市价单就不一样了。市价单叫做 taker， 也是拿走的人。我们可以理解一下原理啊，比如说你下的是一个市场价的一个订单，这个单子呢要立即成交，我们就要去订单部那边直接吃掉别人挂好的单，所以呢你是拿走市场流动性的人，叫做 taker。那作为一个交易所，它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流动性越大越好，于是呢都会鼓励大家挂单，鼓励 marker， 不鼓励 taker，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挂单的手续费呢是比较低的，限价单的手续费呢是比较高的。说到这里，很多观众也都想亲自上手开一个合约的单子。我们在这里呢，强烈建议大家使用到 OKX 的虚拟盘进行模拟交易。模拟交易的话，也是可以开合约的。在这里呢，你可以更加直观的体验到数字带给你的冲击感。当然，无论是亏损还是盈利，请一定要再三的注意。我们虚拟盘的话是不在乎这么多操作，但是如果实盘的话，一定要再三斟酌。你要想一下，币圈有无数人因为合约爆仓而归零。这里面最大的坑来自于哪里呢？大部分就来自于你不设置止盈止损，行情转向之后呢，你不肯认赔，出现那种上头变成死多头或者是死空头，硬是扛单到爆仓，那这种做法呢就非常不对。第二个危险的呢是你控制不好杠杆的比例。你要知道，杠杆越高呢，容错的空间就会越小。你开100倍的杠杆，只要币价波动1%，你就会爆仓，因为1乘100倍就是100%。你开10倍的杠杆呢，只要币价波动超过10%，你就会爆仓。如果你开2倍的杠杆呢，币价波动50%，你才会爆仓。所以一定要控制好杠杆赔率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分不清全仓模式和逐仓模式。什么是全仓模式呢？就是在合约账户里面的本金了，全部用于当做保证金。如果一旦爆仓的话，会一波全部带走，账户直接清零。那交易所呢，其实在这里就设计的有点不太科学啊，因为我们每个新手在打开合约单的时候呢，它都是以全仓默认全仓的啊，这点其实不太友好。我们正确的做法呢，应该是要把这里改成逐仓。逐仓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开多单的时候呢，用多少保证金啊，或者你开空单都没关系。如果一旦出现爆仓呢，它只会结算你的这一个保证金啊，对你账户的其他资产的话是不会有任何影响的。如果您是刚入圈的新人，或者是正准备进军加密行业的小白，请一定要选择用户量大、信誉良好的交易平台，列入我们的币安交易所、OKX 交易所。你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可以享受到永续手续费减免20%、数字盲盒、新手福利等诸多便利，赶快注册起来吧。另外呢，我们协同币安跟单平台开启了 AI 数据大模型的新时代。你可以利用自己手上的闲置资金赚取意想不到的利润。那么入口的话，就是大家所看到这一个入口。同时我们为大家做了3期有关的交易视频那这3期的话都运用到了我们的指标平台，每一期的话都完美吃到了行情。大家可以看到我 OKX 的历史仓位这3个盈余单，这边的话都是有实现具体的一个收益率。如果您对我们的平台还有一些许陌生的话，可以观看我们的基础教学，交易指标100%的盈利潜力。那在这里呢，你也可以用一个小游戏来验证我们平台的猜想。
我们这边仍旧给出了 L1 的强信号、做多信号。这里我们点击一下，你当然可以利用 OKX 虚拟盘来进行今天的小游戏，来验证我们那个猜想嘛。首先我们来到这一个表格当中啊，给大家解释一下几个相关名词吧。F6 的话代表斐波那契的第6通道，那这里我们点击一下这一个斐波那契，那我们就会来到当前的这一个通道的话，它是以2根线中间的一个叫做通道，这是通道1、2、3、4、5、6。我们目前所处的通道是6通道，但是很多观众也会对于它的价格是否能继续挺上去啊，保持怀疑。这也就是导致了为什么 OKX 这个 BTC 的资金费率会出现负的情况，因为做空的人会比做多人更多。不过呢，今天和明天这2天的话都是可以解释的，因为周末的话机构不买了，所以主力庄家呢会操控比特币的走势。那等到空单基本上爆完了，按照周末以往的数据来看呢，有可能是回调爆多单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确实也建议大家在这个方向上做空啊，但是我们吃的应该是短期的一波收益。那还是一样的，就是可以使用到 OKX 虚拟盘，然后我们目标的点位仓位的话，现在是支撑点，然后这边是阻力点嘛，支撑点位就会顺其自然的变成我们的止损点。所以呢，我们是可以看向这一个价位的。我们先将这个价位的金额进行到一个复制，然后我们来到 OKX 虚拟盘当中，注意一下，我们是选择到卖出做空的，并不是买入做多。那这里呢，我们设置一下止盈止损，然后数量的话，我们先优先选择一下，比如说75%就好了。然后止盈的价格呢，就会是我们刚刚复制的，然后这里会显示到预计的收益额。大家不要因为这个收益额感觉到赚钱很容易啊，是因为我们虚拟盘可用的资金会比较大，所以它体现的价格会比较多。然后注意一下杠杆的倍数啊，逐仓杠杆的倍数，止盈止损。然后这里呢，止损的价格呢，我们标的成为我们的阻力位的第一个价格。因为是虚拟盘嘛，所以我们做这个操作的话不用考虑太多，但如果是实盘的话，请一定要注意啊！今天这种行情的话，我们都不建议大家开单了，因为它的相较的点位的话，距离太近了，开单的话没有吃到什么具体收益。你会发现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118000的，现在已经掉到了117800的800附近。当然会不会再上涨呢？我们就不得而知啊。这里呢，我们的阻力点位变成了止损点位的话，其实这个价格大家还是可以进行到一个调整的。这个数据呢，是我们通过推算出来，因为它现在所处的阶段是斐波那契的F6 通道。那我们尝试刷新一下，看一下它是否有更改。那现在变成斐波那契的第5通道，对应的这一个支撑点位和阻力点位也会进行更改啊。我们是实时的数据，这里的止损价格的话就可以设置成为12万标的啊。那我们一般其实可以看了嘛，通过横向对比啊，我们原先给出来的平台的价格的话是124179，但我们整体行情我们觉得不太佳的情况下呢，我们就吃短期的收益。那这样去设置，然后进行开单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还是那句话，我们可以用虚拟盘来验证猜想。那以上就是关于合约的进阶教学，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